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的事业方向、你的性格特质、你的职场天赋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从左到右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星币女皇。那么我们从这张星币女皇可以看到你们自身的性格特质一旦认定了某件事情，就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很固执，但是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这是内心当中的某种理想和信仰正在发出微弱的光芒照亮你们前方的路。所以从这张星币女皇可以看到你们在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你们正在不动声色的默默前行。而第二张牌呢，星币五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其实都是星币牌说明你们未来经历的这个 career change 职业生涯上的转变，可能都会和这种金钱的流动有关。你们可能会进入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行业，那里聚集了大量的资本。而第二张星币五呢，其实也代表的是你们拥有远超于同龄人的某种智慧。所以从牌面上可以看到，你们身边的人、周围的人其实很难和你们在一个频率和节奏上去沟通和交流，因为你们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想法和思维模式。你们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尤其是在思想上，你们也不愿意与别人有过多的纠葛。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更享受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当然这种独来独往也给了你们很强的这种思考能力和向内自省的能力。而第3张隐士牌呢，它代表的是虽然你们看起来非常的平易近人但是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是一个孤独的隐士，你们选择向内探索自己的内心，以寻求更多的宁静。实际上你们自身的性格特质非常适合做一些科研研究学术方面的课题，因为你们属于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类型。你们会在自己的领域默默的坚持和耕耘直到你们的坚持变成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然后自然而然结出果实，开出花来。而第4张牌呢 The World 世界牌，这张世界牌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野心、宏大的格局，而且世界牌代表的是你们自身内心当中有一种天生的完美主义。你们做事情不喜欢半途而废，一旦开始某件事情，你们就有某种冲动把事情优化到最好。而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第一张就是career change 这是你们未来会经历的一次职业生涯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会让你们去到一个更高处，拥有更好的风景和视野。只要你们能够一直保持拥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你们要相信你们的未来一定会是好的。而第2张牌呢是 school， 也就是说你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投资自己进行高等教育你们可能人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在不断的去提高自己。你们未来的职业方向也有可能和这种教育培训这种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第3张牌呢是 Infinite Abundance， 那这种无限的富足呢，是你们内心当中那个细腻而敏感的世界当中衍生出来的。你们拥有了无限的富足，你们就拥有了无限的向上生长的力量，资源和财富会不断的向你们富集会不断的向你们涌来，所以要保持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丰盛和富足。而第4张牌呢是 Strength 力量牌，这种力量呢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温柔给予你们的无限的力量。你们对任何唾手可得的事物都没有兴趣你们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你们不会计较眼前的得失，你们是一个长期主义者。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4张牌，左边的这张 Sword 宝剑呢，代表的是拥有锋利的思维并且呢，这种智慧呢，能够让你们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是你们会选择收敛起自己的锋芒，外柔内刚的你们以一种非常温柔的力量和这个世界互动，但是内心当中呢，又会保留独立的思考。
第二张牌的喷泉啊，这种喷泉呢是一种它流淌着的是某种非常丰富且细腻的感情，所以说我从这张牌看到你们兼具的是宝剑的理性啊，还有就是流淌的这种能量带来的一种感性，所以说你们其实特别适合从事与人沟通、交流、打交道的一些行业，因为你们很擅长换位思考，你们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并且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所以说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角色。而第三张牌呢是 idea， 你们自身的创造力其实能够让你们不断拥有新的想法，但是你们也要注意，可能会因为这种过于活跃的思维能量而阻碍你们的行动力啊。有的时候你们想法太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而第四张牌呢是 bridge 桥梁，你们自身其实非常善于联想，你能够把两件不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你们内心当中某种创造力的体现。你们的创造力啊，甚至可以成为你们生活乐趣的源泉啊，这能够给你们的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想象力，能够让你们不断的拥有这种向上生长的力量。而我看到这种力量都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因为你们拥有一颗强大的灵魂，你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的学习啊，所以说我看到你们未来的事业和学业的发展上，一定会变成蝴蝶飞向更高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宝剑二啊。宝剑二代表的是你们当下正处在某种非常纠结和分裂的状态当中，可能意味的是你们事业上会面临到一个选择，或者说你们即将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你们现在可能说非常的纠结，或者说进退两难。而第二张牌呢是女皇牌，圣杯女皇。那么在塔罗当中，但凡出现圣杯，就说明你们有很强的艺术天赋，很高的审美能力。你们其实适合做一些关于设计啊、创造、时尚的工作。而且呢，圣杯女皇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性格啊，更加内敛一些。你们有着不动声色的善良，内心敏感，从来也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受。那么你们的这种性格特质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分的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敏感且善良的特质，能够让你们轻易的理解到别人的痛苦。所以说你们在团体当中，通常都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虽然你们有能力表达自己啊，但是你们更多时候是选择倾听，所以你们能够轻易的获得别人的好感。而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天赋之一，而第三张牌呢是吊人牌啊，吊人牌代表的是你们过去一直就像这个吊人一样被绑在木桩上，它代表的是你们一直以来都是被束缚的、被不自由的，被整个大环境所推着向前走啊。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在赶人生一趟又一趟的列车，有的时候你们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出发。而这张吊人牌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会逐渐的挣脱这种束缚和枷锁。当你们选择能够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那么所有的力量都会汇集到你们的手中去做出改变。你们的勇气啊，你们过去受过的苦会照亮你们未来的路。而第四张牌呢，权杖二，它代表的是你们对未来的规划、野心、理想。而这张牌呢，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事业的发展，你们会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啊，这个平台能够给你们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去那里你们会拥有更好的人生和事业，并站在更高处去释放自己的能力和天赋。那接下来的这四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是 writing， 写作啊，你们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你们可能会通过写作把它记录下来啊，并且你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释放自己能量和情绪的过程。那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从事某种内容输出的工作啊，可能是作家、小说家，或者说某种形式的自媒体内容分享。你们会把自己所擅长的一些行业或者说内容，通过语言、通过表达、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释放出来。而第二张牌呢 trust， 那么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天赋啊，就是说特别容易收获到周围人对你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有的时候非常的有价值啊，只不过你们还没有把它利用起来。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talk to your angels，
你们内心当中一直有某个很微弱的声音，那是你们灵魂发出的语言，那个语言有的时候会和你们的守护灵或者说天使对话，那么这种声音也在和你们对话。随着你们自身灵性天赋的慢慢觉醒，那这个声音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那么从这张牌可以看到，你的大天使他们在照看你的每一步，他们其实帮助你规避了很多的伤害，这种无形的保护会一直给你们提供庇护啊，直到你们最终变成自己的光。而第4张牌呢是 Creative Expression，你们一直寻找着某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啊，去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你们内心当中一直都有一个梦想，但是你们还不敢去行动和实践，因为你们害怕当你们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的时候，会遭到身边人的嘲讽。所以你们把自己的梦想暂时的保留或者说藏起来了，但是大天使认为你们最终会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和途径，去真正意义上的释放自己的理想。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第1张就是卡利女神。那么这个女神代表的是破坏、创造和保护，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其实会经历一个先破后立的阶段，你们可能要先否定过去的自己，也许现在的你们正在做着自己一直不喜欢做的某件事情，所以未来你们在人生事业上的发展必须打破现状，在失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对未来的规划，然后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和渴望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所以说旧的自己、旧的能量模式必然会被打破，而新的自己正在路上。那第2张牌是 Impulse，一种冲动啊，包括第3张牌 Passion。你们现在可能在刻意的压制住自己的那种冲动、理想还有激情啊，但是呢，这种被压制的东西未来一定会爆发出来，所以说你们未来的这种事业发展、事业方向可能都会有一个改变，并且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而且呢，你们内心当中那个若隐若现的想法，请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那才是你们真正的人生使命。那么第4张牌呢是女神赫拉 Hera。 那么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女神赫拉掌管的是婚姻和亲密关系，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事业和学业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得到你们人生当中另一半的帮助，而女神赫拉所携带的这种丰盛和富足会让你们身边的资源不断的向你们聚集啊，在接下来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那这些机会呢，来自于人与人之间连接带来的惊喜。那么从这组占卜当中，我可以看到你们现在正在面临着某个进退两难的选择，但是你们要相信啊，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当你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们就有能力把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当你们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其实每一条路都是必经之路，这是你们必须要经历的。因为只有当你们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的时候，你们才能真正意义上静下心来，好好沉淀和整理自己的内心，去探索自己真正渴望的到底是什么。你们要相信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宇宙的孩子，由宇宙赐给我们神圣的智慧指引我们前进，我们需要不断的把这种智慧引导出来，并且为我们所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看到第3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7，那么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在抽到这组牌的时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了，你们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了，你们的所有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只要你愿意努力，宇宙会帮助你抵达你想要抵达的那个地方。而第2张牌呢是圣杯3，你们在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会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这些好朋友呢，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力量，能够带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你们还能够看到一个未曾认识到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权杖10啊，你们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反而会让你们束手束脚，因为你们的完美主义导致你们不敢轻易的做出尝试，你们害怕失败。其实这张牌代表的就是现在你们正在自己给自己施加一些束缚和限制，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执念让你们没有办法前进。而第4张牌呢 Justice 啊，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们有着
很清晰的思维啊，你们手里的这把宝剑使你们能够轻易的看到事物的本质。那从这张牌面上，我看到了远超于你们年龄的某种智慧，而且呢，这张宝剑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从事的某项门槛很高的工作，这种工作可能是咨询、法律，或者说职位要求很高的学历和教育背景。而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自身有着很优秀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所以说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从事的某种咨询行业啊，能够提供一些规划和建议。而且呢，你们自身其实还拥有这种疗愈的能量啊 ，energy healing，所以说你们不仅仅能够做这种咨询，还能做能量的疗愈。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说疗愈师，因为你们自身携带的这种温柔且疗愈的能量，能够让你们身边的朋友总是无条件的信任你，并且能够从你身上汲取到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疗愈的力量，是鼓励行动的勇气。你们天生有一种理解和慈悲，能够包容和理解你们所遇到的人和事。而第3张牌呢是 Speaker 啊，你们未来可能会尝试着在很多人面前做一个演讲者、表达者。现在的你们还羞于在很多人面前展示你们自己，但是这是你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因为你们知道在展示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得到一些机会，能够帮助你们向上生长。而第4张牌呢 Nutrition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滋养和疗愈的力量，在你们身体内由内而外源源不断的散发出来啊！你们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就是闪闪发光的，而你们一直在等着那个人也会沿着你们发出的光迹找到你们。你们要记住，你们一直以来的力量就来自于你们的真诚，你们对待这个世界的真诚，对待自我的真诚，它会变成一种力量，让你们持续的发光。而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我们来看，第1张是 Adaptability，一种不断改变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的能力。那这也是你们成长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你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主动的投身其中，做出改变，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是你们必须否定一部分过去的自我。而第2张牌的 Individuality 啊，就是说你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留了一部分自我。你们在做出改变的时候，也保留了自己的底线。其实你们现在的妥协是一种智慧，为了更好的守护自己内心当中的信仰和理想。而这种智慧一定会让你们在未来变成蝴蝶，飞向更高处。而第3张牌的是 Responsibility， 一种责任。那可能现在你们在负重前行，是因为你们知道自己肩上的重担，你们已经意识到了负重前行是你们人生的常态。现在的你们可能更加珍惜生活当中那些零星的美好。而第4张牌呢是 Promotion， 你们的人生其实正在加速。当你们达到了某种成熟的状态之后，你们的人生将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因为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花大把的时间去迷茫，然后用几个瞬间去成长。一旦你们成长之后，你们的心也会随之改变，而当你们的心改变之后，你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风景也会随之而改变。你们的心是怎样的，你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权杖女皇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现在有一个想做但是还没有付诸于行动和实践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话，你们的这个想法会越来越强烈，因为你们很清楚如果不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那么在未来你们一定会后悔。而第2张牌圣杯2代表的是你们在发展事业过程当中认识到的一个对你们人生至关重要的朋友，他会给予你们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甚至能够带你们走出黑暗，因为之前你们一直都在黑暗当中独自前行。而第3张牌呢星币2代表的是你们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做出某种取舍和权衡。
因为你们其实很清楚宇宙的法则不会让你们什么都得到。当你们想要得到某件东西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放弃另一件东西，你们必须有放弃掉另一件东西的觉悟，先放下才能得到。如果什么都不舍得放下，那么就什么都得不到。而第4章权杖1呢，在你们经历或者说有这种思想准备和觉悟之后呢，随之而来就是你们事业和学业上会得到的一个机会，它会带你们去到那个你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而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指引啊，第1张牌是 Heart Desires， 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已经在隐约的告诉你们，你们未来的人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度过，不要忽略它，因为这种声音是你们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它代表的是你们最高的利益，它做出的选择一定是最高的选择。而第2张牌呢是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你们现在所走的路啊，每一步路都不算白走，因为你们现在正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们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啊，你们感觉自己可能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上，但是你们要知道，迷路也是走路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感到生活很难，但是这个时候也往往是你们进步和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请你们珍惜这段时间，请你们告诉自己，你们现在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天亮以后就会很美。你们现在需要耐心的等待，因为一切都会在等待当中及时的到来。而第3张牌呢是 Spiritual Teacher， 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你们自身的灵性智慧在未来会让你们变成一个充满灵性智慧的人生导师，你们有这种潜力。而第4张牌呢是 Leadership， 领导力。其实你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你们拥有这种能力啊，因为你们自身的品质总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身边的人，会让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非常受欢迎，你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把身边的朋友聚集在你的周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你们要重视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会在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上助你们一臂之力。而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第1张牌是 Principles 啊，其实你们内心当中一直都很骄傲啊，这种骄傲来自于你们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你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因为你们知道啊，你们的原则是你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立身之本。而第2张牌呢是 Reputation， 你们非常重视你们在别人眼中的评价，这帮你们积累了很好的口碑啊，这其实都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一些无形的资产，在未来会以一种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到你们。而第3张牌呢Ambition 啊，你们自身可能并没有表现出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因为你们把这种远大的志向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默默的前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你们知道你们最终要通过自己在现实世界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第4张牌呢是 Door， 实际上未来的大门已经敞开啊，可能你们还不清楚自己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你还没有看到自己过去做的有多么棒，但是现在你应该为自己鼓掌，因为你做的真的很棒，而你在过去所做的每一份努力，每一点付出都会在未来得到回报，并且有一些当下困惑你们的问题啊，在未来时间会给你们答案。其实我们一直好奇而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我们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它们是明亮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